欧盟用反胁迫口号帮助立陶宛，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？猜猜看，这次是谁会站在欧盟的枪口面前挡枪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因为和台湾当局眉来眼去，所以挨了中国一棍子，导致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立陶宛，突然就发现自己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在中国海关面前也出了一点麻烦。一家立陶宛木材厂说自己被中国海关拒绝了卸货还有清关的要求。同时呢，多家立陶宛媒体还相继报道说，中国海关好像是把立陶宛从他的电脑系统中删除了，所以没法清关了。当然，中国海关也是做出了回应，说是电脑系统出现了故障。我认为这个回答特别专业，类似海军舰艇要撞别人之前经常挂起旗号，说我舰舵机失灵，挂出这个旗号之后就看你会不会躲了。然后呢，立陶宛就跑去找欧盟求安慰，让欧盟帮他出气，说中国海关把立陶宛删除了，希望欧盟国家海关也删了中国，不让中国产品进欧洲。貌似呢，欧盟没敢答应，因为大家过圣诞节现在全指望浙江义乌发货，难道都去立陶宛砍圣诞树吗？不过欧盟仍然认为中国的行动算是用经济手段对立陶宛进行了胁迫，还打算让中国做出相关的澄清，所以欧盟也考虑拿起所谓的这个关税呀、配额呀、交易许可证等等经济武器进行所谓的反胁迫。12月8日，欧盟就要公布一个用来反胁迫的法案。虽然法案的草案里边没有写中国，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法案呢早晚也会关联到中国。其实呢，我们都会想到，碰到这种事情，匈牙利一般都会特别给力。这段时间，只要欧盟想推一个反华的决议，匈牙利总会一棍子给打回去。不过这次反对这个草案还有支持草案的阵营有点乱了。首先是瑞典和爱沙尼亚出来表示反对，认为应该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，要避免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，不能搞成贸易军备竞赛。日本呢也提了意见，说这样不好，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草案对国际贸易体系的负面影响。倒是法国一直很积极，表示支持这个草案。那么是不是瑞典和日本表示欧盟不应该向中国出手呢？是不是法国为了立陶宛要向中国出手报复吗？其实都不是，因为当初开始制定这个法案的目的是用来对付特朗普的。所以瑞典反对这个法案的理由是，美国新政府领导之下，美欧关系已经改善了，这个法案用不着了。至于说立陶宛求欧盟办的事儿，瑞典根本就没考虑过。法国呢是打算挑起欧盟这面大旗，让欧洲成为独立的一极。当年美国一方面跟中国搞贸易战，另一方面也在同时的欺负欧洲，所以法国要挑起这面旗帜，就要用这个法案来对付美国。所以法国要扛起这面大旗，就会想到用这种法案来对付美国。所以不难看出，特朗普的外交风格跟美国惹了多少祸。不过这件事儿呢，我们也能看出来欧盟的效率它能有多高。特朗普在任的时候搞的法案，到了现在12月8号才能提交草案寻求意见，而且按照欧盟的规矩啊，法案要27个成员国都认可才能生效。那么立陶宛可以继续等，看看欧盟能不能通过这个法案，然后再看会不会利用这个法案帮上忙。也许等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，真的能赶上特朗普的下一个总统任期了。所以立陶宛如果想把事情搞得更大，结果肯定是更难受，还不如端正态度。说不定哪一天等立陶宛人民醒过味儿来，自己出来纠正了政府的错误，中国海关的系统故障就自己修好了呢。好，关于立陶宛在中国面前受到打击，寻找欧盟帮忙管不管用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